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耶，今天接着更新《王者祭典》第9话的内容。上话说到，梨花使用月亮一步完胜小绿风速狗，还在风速狗撤回精灵球的瞬间进行追打，给予风速狗重击。不过风速狗还是很幸运的，躲过无法战斗命运。现在月亮一步正带着惊悚笑，挑衅的看着小绿。驯兽师梨花开始露出獠牙了，但小绿一脸的自信，丝毫不慌，甚至还在言语上不断的嘲讽着梨花。恶系精灵就是卑劣。怪不得大家都讨厌恶系精灵。要不请梨花大师给我们看看，你被采访的时候说的宝物闪耀光辉是个啥？就刚才追着风速狗打的又贱又作的招吗？梨花被小绿一顿挑衅嘲讽，但是他丝毫不生气，平静的回应：所有关于恶系小精灵标签都是人类偏见，他们只不过用自己的方式活在自己的世界，却遭人类的厌恶唾弃，这是不公平的。我作为训练师，必须让他们闪耀，最终自己要带着恶系的小精灵登上顶点，那时候人们将会改变对恶系这个词汇的看法。小绿很惊讶，原来这就是梨花使用恶系小精灵的原因，居然和小智那个家伙有点相像，为了宝可梦而不顾一切，甚至对抗全世界，真是让人不顺眼。小绿丢出精灵球，下一个对抗月亮一步的是超能力属性的蝴蝶，可是蝴蝶对抗恶系的月亮一步恐怕占不到什么优势，甚至会被压着打。大武士解释说，超能力小精灵的念力会被恶系小精灵体表的分泌成分中和掉，失去效果。相反的，恶系小精灵发出的波动会分解超能力小精灵的皮肤成分，效果绝佳。一般来说，一击就能打倒对方。这个解释我倒是在动画中没有听说过。另外，月亮一步因为施展了诅咒，攻防能力都提升了，所以不论怎么看，感觉小绿都在自寻死路。梨花看到小绿的蝴蝶一直没有什么动作，于是率先发了进攻，命令月亮一步使用追打。月亮一步立刻向蝴蝶扑了过去，小绿让蝴蝶使用精神利刃，这种可以实体化的精神刀刃，用于斩杀对手，很容易击中要害。蝴蝶的精神利刃犹如月亮弯刀一般砍向月亮一步，果然全部被月亮一步给化解了。刀刃砍过去，仿佛雾气一样从月亮一步的身体穿过。月亮一步带着惊悚又得意的笑扑向蝴蝶，看来一击就要将蝴蝶打倒了。但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蝴蝶居然使用精神强链，这种招式可以向对手发动强大念力进行攻击，有时候可以降低对手的特方。蝴蝶对月亮一步使用此招式，月亮一步被控制在半空中，怎么回事？招式居然生效了！全场惊呼。小绿解释说，蝴蝶是小精灵中智商最高的，要是恶系小精灵皮肤分泌成分可以中和念力的话，蝴蝶就会分析出那个成分，再发出不会被中和的波形念力。它的攻击技能就是看穿敌人技能的奇迹之眼，这个技能可以让对恶系小精灵无效的招式发挥出效果。蝴蝶用念力将月亮一步甩来甩去，撞到周围的石头造成伤害，这就是超能力的恐怖。月亮一步几乎没有还手余地，蝴蝶最后一击将月亮一步狠狠地砸向地面，这一击伤害最后剥夺月亮一步的战斗能力，使他无法动弹。关键时刻，月亮一步使用了出奇一击，耗尽全身力气摆脱了蝴蝶念力的束缚，而且快速接近蝴蝶，出其不意的进行攻击。蝴蝶反应也是很快的，在毫厘的差距间躲过了月亮一步的进攻。小绿的精神绷紧了，近身战对蝴蝶不利，他让蝴蝶用念力让自己腾空。梨花则命令月亮一步使用暗影球瞄准空中蝴蝶发射，蝴蝶则相应的使用光墙成功将暗影球拦截。阻拦暗影球的进攻后，蝴蝶准备对月亮一步发起进攻，然而没想到月亮一步突然冲了上来，一爪的瞄准蝴蝶胸口，把蝴蝶从天空击落。原来月亮一步居然藏在暗影球的进攻里，从地面跃向空中偷袭蝴蝶。这么远的距离，月亮一步居然一下子就能跳上去，这是何等的弹跳力啊！蝴蝶坠落瞬间，小绿命令蝴蝶使用反射臂，多重光墙将月亮一步死死缠住，而蝴蝶也因为做了出招机会攻击月亮一步，自己则失去自保的时机，坠落在地，失去了作战能力。小绿立刻换出下一个小精灵钻角吸兽，梨花有点紧张，反射臂困住了月亮一步的行动，这可不妙。梨花让月亮一步立刻打破反射臂，钻吸兽则趁机使用了隐形岩，这是可以在对手的周围撒下无数漂浮岩石的招式。月亮一步终于打碎了反射臂，但他已经被隐形岩的小碎石给包围了。小绿命令钻角吸兽使用角钻，准备发动下次攻击。月亮一步则再次使出了诅咒，强化自身的防御力，企图强行突破隐形岩。然而在月亮一步的正下方就使用角钻的钻角吸兽，角钻威力很大，但容易被对手看穿，命中率低。但是现在月亮一步是在空中自由下落，绝对是躲不开角钻的。即使月亮一步已经用诅咒强化自身，但是一旦被角钻击中，必然一击必杀。但是小绿忽略了月亮一步的生物本能，
鸳鸯一波在生气的时候，身体会分泌出毒液。在鸳鸯一波下落将到达钻角吸收的攻击范围时，它分泌的毒液钻入了钻角吸收的眼睛里，钻角吸收发生动摇，无法瞄准攻击。鸳鸯一波再次露出了惊悚的笑容，诅咒了肌肉强化，加上重力加速度，鸳鸯一波的下次攻击突袭将化为最大的攻击点。它的爪子已经举起，准备将钻角吸收瞬间放倒。然而又发生了反转，在钻角吸收正上方的虚空中出现一道神秘的波动攻击，直接就命中鸳鸯一波。鸳鸯一波失去控制，急速下落，被钻角吸收的角钻命中胸腹部，鸳鸯一波重伤掉落在地。尽管最后鸳鸯一波还是顽强的站了起来，但梨花知道他已经无法战斗了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鸳鸯一波终于放松精神，失去了作战能力，钻角吸收险胜。鸳鸯一波一路披荆斩棘，打跑风速狗，打败胡帝，又重创钻角吸收，险些1打3，终于倒地不起了。然而刚让钻角吸收扭转局面的虚空攻击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原来上一局中胡帝留给鸳鸯一波的不仅仅是反射臂，还有一个念力攻击预知未来，就如定时炸弹一样。胡帝将虚空攻击埋伏好，用反射臂将鸳鸯一波牢牢锁定在虚空攻击的正上方，以保证招式的命中率。钻角吸收利用隐形岩完美的控制鸳鸯一波的下落速度，当鸳鸯一波下坠时，预知未来正好发动攻击到鸳鸯一波。鸳鸯一波失去了进攻钻角吸收先机，被钻角吸收一击命中。胡帝无法自行打败鸳鸯一波，就牺牲自己，留下一道一道陷阱。梨花最终是被自己认为最有胜算的超能力小精灵给摆了一道。绿告诉梨花，钻角吸收在进化前还是独角吸流时，只记得一件事情，因此被认为是低智商。然而自己的这个钻角吸收在还是独角吸流的时候，为了取得高处食物，开始用两脚走路，智力很发达。那这胡帝也是自己抓来凯西中意念最强的。梨花不明白小绿在说些什么，好像在炫耀自己的经历。绿说，总的来说，这些小精灵没有那些感伤的故事，他们只有高强战斗力，和你那些一脸我尽力了的表情而倒地的小精灵比起来，他们可强多了。梨花十分不爽，小绿继续嘲讽，你那些词汇一点意义一点价值都没有，而自己目标只有最强。梨花拿着自己最后一只小精灵，也是自己王牌宝梦黑卢加。黑卢加发出地狱般的吼叫声，他的双目充满杀戮欲望，全身上下散发出恶魔般的气息。故事有没有意思？从现在开始才知道呢。梨花和这黑鲁加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呢？小绿能否用钻角吸收战胜黑鲁加，从比赛中胜出呢？我是卡皮，咱们下期见。